是月空，你是银河，终于完整了。当有你来唱和，太多苦涩，我有把握笑着，都晓得这声躯壳，一切终将干涸。趁着我还有记忆，我想大声地说，就算我只是你的一时间的选择，青春里的过客，有过感动的片刻，我比谁都深刻。可能你永远不懂得，你对我多独特，唯有你才是真的。我想着你写下了这首歌，懂你的喜怒，加上我的爱了，一直唱着唱着。我是一只小鸟，小鸟飞。小美，我爱你。喂，你干嘛？你不觉得我像大老板咩？大个屁啊！什么大老板啊？就是开10多间泰拳馆的大老板啊！我想要这一天啊，我觉得我是世上最威风的人。我不觉得你像大老板，比较像新郎吧？新郎？那就是去娶小美的新郎喽。早知道哦，我去留学前啊就跟他求婚，这样我现在就可以当新郎。哎呀！干嘛啊？我突然间想到，我应该趁今天去跟他求婚呢，要不然要整几时啊？你不要越想越投入了，说不定人家都不记得你呢。哎，什么不记得？我看小美现在应该是穿到漂漂亮亮，等我去迎接她。金条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小美，我不会再离开你了，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。金条，我也要永远泡丹的烧冰给你喝。小美，金条，爽过了没有？啊？忘记什么？我可以上菜。小美，我回来了。金条，你声音怎么了？感冒啦？哦，没有啦，我喉咙有点干。只有你一个人看店啊？你妈哎？她去送咖啡了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昨晚。哇，恭喜你学成归来。Thank you。你真美，你怎么可以这么不识趣啊？我跟你说，今天这场戏的主角呢，不是你，你不可以抢镜啊。女主角？你是说老妈？当然是你妈。我们家的男主角呢，为了女主角啊，从头到脚精心打扮，为了就是给女主角眼前一亮。我还充当司机啊，把她送过来。
我车还没有停好啊，他就下车了。这么浪漫的一幕，怎么可以少了我们女主角？都是老妈，早不送晚不送，偏偏这个时候送咖啡。金条，你再等一等哦，他很快就回来了。没事啊，真宇，你忙你的，我坐下来等他。李正美，我进来帮你。嗯，小心啊！金条真的精心打扮啊。真的是精心打扮啊！她身上穿的是泰国买的冒牌名牌的西装，袖子跟裤子都有点短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是 kid size 的 discount 吗？你知道我听到你讲话的哈？是吗？不是吧？怎么了？旧爱刚到，新欢也来了。阿福导演。嗨，阿福导演。小小美人，你真厉害！我只说声嗨，你就知道我是谁呀？其实我听你脚步声就知道你来啦。哎，高手，杀气，怎么了？有杀气。哦，杀手。你说谁是杀手啊？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，我是觉得你的气势够凌厉，可以演杀手。你就是阿福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谁呀？我就是。大导演你来啦！小美人。你来拍戏啊？后面演员是谁来的？小美，是我啊。黄金条。哎呦，阿福导演，你找他演黑社会老大？我还真像啊。没有啦，我刚回来。你去哪里？我不是跟你说我去泰国了？是吗？哦，你想喝丹尼刷冰？等一下，阿福导演，我有看你昨天拍的那个戏哦，叫什么戏名啊？致命一击。对对对，致命一击。我看金条啊，真的受了致命一击啊！怎么样？拍的好不好？马马虎虎哎。不会吧？哎，我是想拿红星大奖的最佳导演的嘞。感谢词我都已经想好了，首先要谢我的爸爸妈妈，之后要谢我的老板，最后要谢我的心肝宝贝 Daisy。Daisy 是你女朋友啊Daisy 是我家里的小狗。哎，说真的啊，其实你们拍的好不好我都不会，不过我就觉得昨天晚上的戏很好笑哎。好笑。昨晚那集戏感情那么浓烈，那么悲壮，应该是看到哭才对啊。哎呀，你懂吗？那个男主角讲到很激动的时候，他的口水就乱喷，我就觉得超级无敌好笑。哎，我懂你拍的很用心，那今天咖啡我请你。你请啊？那再加2片烤面包啦。没问题。既然加了面包，再加2粒蛋啊。好，好，好，那你先坐着，好了，我拿给你。还是小美人对我最好。哎，今晚请你看戏，9点钟8频道。今晚这戏也是你拍的啊？我大导演张福作品，必属佳作，错过哎呦，你会难过的哦。笑死了。哎，木生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哇，弟，我来很久了，你现在才看到我？吃早餐了没有？还没有，我在等你正美帮我准备爱心烤面包。哎，真宇啊，准备多一份给阿福导演。哦，安迪啊，有没有想过再准备多一份啊？为什么？你一份，阿福导演一份够啦。还有，哎，黄金条你还在啊？哦，那真宇多烤一份给他，还有一杯 dinosaur 冰。老妈。金条只爱喝你泡的丹尼烧冰。不行啦，你看，泡了咖啡给阿福导演之后呢，他一定会抓住我啊说话的。那你就跟他说你没空啊。不行，我不能冷落他的。再说啊，阿福导演他很多内幕的，他懂哪个阿哥跟哪个阿姐不合。阿福导演来喽！谢谢你，小女人。
干嘛干嘛啊？人家是越战越勇，你是未战先败啊！我哪里有败？要不要拿镜子给你看一看呢？这个死样子，一看啊就知道是打趴在地上。你把我约那烂导演出来打一场啊，看谁打谁趴在地上。你拳头赢人家有什么用啊？啊！你是追女人，不是打擂台。你看人家靠一张嘴巴就可以让小美杀得合不拢嘴了，这叫高招，知道吗？决斗啊！我要决斗！喂，你干什么啊？我要打电话去电视台约那烂导演，跟他决一死战。不要说我没有提醒你啊！女人最讨厌的就是打打杀杀。如果你敢打那个导演啊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你以后不用喝dinosaur冰了。我这半年来啊，除了学拳打拳，就是想小美。我一想到小美，不管多辛苦，我都会坚持下去。我昨晚一整晚都没有睡，因为我一想到今天会看到小美啊，我就很开心又很兴奋哎。我恨不得天快点亮啊！可是什么？可是小美连我都认不出来，她也不记得我去泰国。还有，以前不管她多忙，她都会亲手泡dinosaur冰给我喝。哎，现在，刘木怎么办啊？追女人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强求也没有用的啊。你就转移目标，换个对象。天涯何处无芳草，没听过吗？哎，我王金条是一个很专一的男子汉哎，我只喜欢小美，我不会喜欢其他女生哦。所以你不要叫我什么转移目标，还是换对象哦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需要喊这么大声吗？神经病！喂，大伯母，什么事啊？老妈，你跟阿福导演那么好聊，不如叫他介绍你去电视台啊。去电视台卖咖啡啊？哎，这主意不错哎，那我整天就会看到很多明星啦。不是卖咖啡，是演戏。演戏？你演技这么好，不做演员太可惜啦。我演什么哈？我知道你在演戏，可是金条不知道。你这样对他会不会太残忍啦？我听木森说，金条知道今天能看到你，他一整晚都睡不着。这个傻瓜，半年来还是这么傻。哎，不对，应该是比以前更傻了，搞到自己啊，好像黑社会老大一样。那是因为他想要给你个惊喜呀。是惊吓吧，还惊喜？金条这个人虽然是比较憨直，不过我觉得他很真，不虚伪。这才糟糕。这世界上，越真的人就越吃亏。你真心对人，人家却把你说的、做的，像记账一样记下来。等到哪天看你不爽的时候呢，说翻脸就翻脸。所以他这样的人才可贵啊。哎，你干嘛老是听他说好话？因为他真的很不错。好了，你不要再帮他煽风点火了。我不接他的电话，不回他的短信了，就是要让他死了这条心。可是他没有死心。对啊，所以我才要做得更绝啊。老妈，不要说了，哥哥。你老妈我都这把年纪了，你还要让我给人家看笑话吗？什么这把年纪那把年纪的，说的自己好像很老。你还是顾你自己吧。打算什么时候跟木生结婚啊？怎么啦？你急着要把我给嫁出去啊？结婚对女人就是一种保障。好，我承认我之前呢是看错了木生，我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有出息。人家闯了10年，也未必会闯出头。可是他现在啊，就已经可以加名册了。最重要的就是，他真的是很疼你。不过啊，男人一有了事业，一有了钱啊，就会有很多女人啊上门来纠缠了。这就是他需要面对的考验呐。考你的头脑考验。男人啊是最经不起诱惑的，你啊才要看紧一点。哎，不过也不能过分啊。
他送你的黄金，不用10万也有8万。他要送黄金就给他送啊。男人赚钱，女人收钱花钱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可是我们也不能给人家说我们贪心啊，毕竟你们2个都还没名分嘛。不过一结了婚就不一样哦，那他的就是你的了，人家就没有话说了。老妈，我对你也没话说啦。你没话说是吗？那我继续说。你要说什么？我要跟木生说，女大不中留，叫他赶快把你娶走。大伯母，哎呀，你要吓死人啦！我怕你耳朵不好，听不见嘛。我什么时候耳朵不好啊？哦，对，是大伯，我记错了啊。大伯呢？大伯，大伯，大伯，哎，哦，来了。我不是跟你讨我老爸的遗产，你干嘛吓成这个样子啊？啊？身体还好吗？哎，一样。那就好。你老爸留下那么一点钱，现在应该不会太在乎了吧？人家可是赚大钱，开名车。哦，佳慧说啊，你现在手下还有几10个人哦。你说的没错，我现在在公司呢是有小小的地位，不过我上面还是有老板，不是我说了算。聪明人如其名，聪明伶俐，人见人爱，找工作应该不难吧？这么多废话，不帮就算了，我也不用麻烦你了。我们家聪明说他决定留在店里帮忙啦。真的假的啊？哇，大伯、大伯母，恭喜啊，后继有人啦！喂，我找你来是想跟你说佳慧。我知道啊，佳慧要搬出去的事啊，她会跟我商量。哦，那就是说佳慧连你也骗啊？她不是一个人住，她是跟人同居。大伯母啊，找一个人一起住，分担房租呢，不叫同居，叫同住啊。她跟一个男人同居。哇，大伯母，你嘴巴真的很毒啊！不让佳慧搬出去，竟然连自己女儿的名誉都破坏啊！哎呦，我都给她气得要死，你还要气我啊？明啊，跟她说。明，干嘛？跟她说你妹妹的事。啊，我就听到他讲电话了，他说他找到一间主屋了啦。喂，然后呢？然后什么？然后他就问对方啦，他就说啊，晚上你有空吗？有空你去看一下房子啊，你喜欢的话就可以签约了啦。啊，你不用担心那个押金跟租金，因为我都付了。听到吗？这个不是倒贴是什么？那也不能证明那个人是男的嘛。没有啊，妹妹跟对方有说，她说屋主知道了，男女都没有问题，有证件就可以了。我说啊，一定是男的，要不然屋主也不会这么说。喂，佳慧是不会做出这种事的。他现在连我的话都不听了，我大声，他比我更大声啊！我知道佳慧还会听你的话的。这样吧，你就去帮我查个水落石出吧。木生啊，佳慧当你是哥哥一样，你说的话他会听的。你跟他说回来家里住，怎么说都是一家人，不要到外头住啦。还有啊，你告诉他，要是他在外面干这些丢脸的事情，倒贴男人，我这个做妈妈的就跟他断绝关系。哇，妈，那他不是赚到？好，别吵了。你们放心吧，大伯、大伯母，如果他敢跟那个男的同居，我一定会把他抓回来的。OK？ 林佳慧，林佳慧，喂，你给我出来！你不出来，我请你吃橄榄了。你在喊什么？李真梅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很意外吗？当然意外啊！这林佳慧啊，我打电话给她不接电话，发个简讯跟我说她在这里，但是没有出现。他不敢来见你。她叫你来的？嗯，这家伙，你干嘛？打电话给她，
叫他不要当缩头乌龟。不用再打啦，你要见他是吗？我带你去。走啊！哎，郑一杰，你怎么也带他来啦？你躲得了今天，躲得了明天吗？总是要面对的。你可以不要那么凶嘛。怎么了？他两只眼睛像喷火一样，很恐怖。雨木森不是说好了吗？见到佳慧不要乱发脾气，有什么事心平气和的说。先进来吧，郑玉姐小心啊。心平气和，我也想啊，但是看到他我就莫名的生气啊。林佳慧厉害了，说不想要听妈妈唠叨，说想要独立，原来都是骗我的。谁骗你啊？不是骗我，为什么不敢来见我？你听你自己的语气，好像要打人一样，我就知道。知道东窗事发，抓奸在床了吧？林木森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他跟一个男的同居啊，不是抓奸在床是什么？你说话不要这么难听，你要先听事情的前因后果。李真美，你先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你不要不承认啊！他住在哪里你都一清二楚了，有什么是不知道的？我没有不承认，佳慧来找过我，说她有苦恼。苦恼？他有什么好苦恼的？她喜欢上一个人，可是她知道家人一定会反对，家人里面也包括你。所以就先斩后奏，跟人家同居，生米煮成熟饭了。我们不是同居，你自己看，这边有2间房，我们是一人租1间，是合租屋子。孤男寡女有什么是不会发生的？因为男人都是吃素的。他很尊重我的。尊重，男人一兽性大发，你就知道什么是尊重。哦，所以真玉姐，这个人对你兽性大发过啊？你和心灵开玩笑？不是想缓和一下气氛嘛？缓和气氛？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很危险啊？因为自己住在房间就很安全吗？他兽性大发，破门而入怎么办？我不会干这种事的。我见过你，你是那个打拳的对吧？嗨，找我啊？是啊，帮我看看这辆车。这辆车这么新，有什么问题？没问题，我想要卖，你收不收啊？我是做二手车买卖的，你要卖我肯定收啊。看一下啊，这辆车状态很好，这么快就换新了？不是啦，是供不起啦。你是在开玩笑的吧？我是说真的，我啊，失业啦。找到更好的工作，自己辞职的吧？不是，应该说是被令自动辞职，跟被炒啊没什么两样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犯了错就会被炒？你这样聪明的人，怎么可能会犯错？聪明个屁啊！我觉得我笨死了。怎么样，收不收啊？你要卖我肯定会收的。你要卖多少钱？你说多少就多少吧。你就那么相信我啊？不信你信谁啊？你是个就算我喝醉了，都不用担心你会占我便宜的好朋友。你这家伙竟然打了堂妹的主意！喂，怎么了？他打人了，郑玉姐。林木森，你可以不要这么野蛮吗？他欺骗了佳慧啊！我不打他，我还算是哥哥吗？你不要这么冲动，你事情都还没有搞清楚，就又吼又叫又打人。苏少空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刀是他的手，关你屁事！你的手怎么了？我没事。他叫孙悟空，你也知道。是苏萨空。我管他是孙悟空还是什么空啊！你们两个怎么搞上的？你讲话可以不要那么难听嘛？佳慧，你们先下去走走吧，让我来跟他说。哦。喂，你们去哪里？谁叫你们走？哎，他打我的时候力道用错，肌肉受伤了，你帮他揉一揉吧。何建志，我那辆车真的值这个价钱吗？你不要做亏本生意，我会内疚的。就算我想做亏本生意，我那个 business partner 也不会同意的。你放心，我只是赚少一点。那谢啦。所以
你是犯了什么错啊？Sorry， 我是不是不应该问了？你当然可以问，因为你是我的朋友，真正的朋友。我犯的错就是跟那个没种的上司搞婚外情。他叫你走了？嗯。你知道为什么他会叫我走吗？肯定是怕这个事情爆出来，影响他在律师楼的地位。不是，他从泰国回来后，发现他的老婆什么都不知道，只是虚惊一场。他可能是觉得不能白送我那条项链，他就叫我留下来加班。等所有的同事回家后，他就把办公室的门给关上。这个混蛋！他肯定不知道我会对他说：“你如果敢碰我，我就告你性骚扰。”然后呢？他当然吓死啦，碰都不敢碰我呢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以前真的蛮喜欢他的。可是自从他从我身边逃走后，我看到他这个人就觉得恶心。那你为什么不要揭穿他？你太看得起我啦！人家是一间律师楼的合伙人，我呢，只是一个小小的律师助理，哪里斗得过他？算了吧，这样的公司，这样的上司，不要也罢。你之后有什么打算？我打算去海边放个长假，玩过瘾后再打算吧。你要不要陪我去啊？我啊？是啊，有阳光，有海滩，还有比基尼女郎。那还等什么？走啊！那次幸亏是苏萨空，佳慧才没被那变态客户带走。佳慧说的。嗯。你该不是怀疑他在编故事吧？我知道他不会，还不敢啊。算你还了解你这个堂妹。就算苏萨空帮了他，他也不用因为感激而跟他在一起吧？真的长不大，幼稚的要死。他不是幼稚。相反的，他挣扎过，痛苦过，他知道跟苏萨空在一起只会招来反对，而不是祝福。可是喜欢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的啊。但他怎么可能跟一个来历不明、靠拳头混饭吃的人在一起啊？那你为什么会喜欢上我，一个有视觉障碍的女人？那怎么一样啊？怎么不一样呢？这就是爱情啊！就因为救过他，爱情就来了，拍电视剧没？当然不是。不过后来发生的事让我相信，苏萨空和佳慧在一起，说不定真的是上天的安排。谢谢你啊 ，Mr. 蛋。我谢谢你才真的介绍这么好的投资给我。没问题，待会儿再发给你。好的，拜拜谢谢，拜拜。哦 ，sorry。Excuse me。佳慧说，苏萨空一直在找那个男子，他来新加坡工作，可以说就是为了找他。找那个男的干什么？报仇。报仇？嗯。你不要开玩笑啦，拍古代剧面还报仇？他害死了盼。有一天，她在街头被人叫住，说她很漂亮，问她有没有意思成为一名模特儿。那个人说他是模特儿学校的老师，可以推荐她去学校培训。我不赞成她去当模特儿，因为她太善良了，太单纯。我怕她适应不来。谁知道她却瞒着我去上课。
我后来才知道，他跟放贷公司借了一笔钱。我知道后很生气，要他退学，但他就是不肯。我们吵了好几次架，最后他说要跟我分手。你是关心他啊？他不是这样想的，他觉得我在阻碍他。他说不想在鞋店里天天面对别人的脚过日子。他想趁年轻的时候打出一番名堂。那后来怎样？他受训过后，被一家模特儿公司看中。他急着还债，没多加考虑就跟对方签了合约。那间公司的老板就是他 ，Justin Plotty。怪不得他刚才看见我，眼神怪怪的。就像我第一次看见你一样，你让他想起了Pat。所以Pat当上了模特儿。说好听是模特儿，说难听是高级妓女。那家伙的模特儿公司根本就是皮油公司，而且还掺了黑道。他被逼去接客。那时我们已经分手了，这些事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。有一天，他突然打电话给我，他跟我说他要去日本工作，他说要给自己1年时间，赚够了钱就回曼谷开一间小吃店。他说着说着，却忽然流下了眼泪。我问他什么事，他说没事，只是觉得很对不起我。他说他想在去日本之前亲口跟我说声对不起，但是我知道他心里有事，只是选择不跟我说。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Pat。半年后，我读到一则新闻说，一名泰国女孩死在日本。我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我真的希望不是Pat，但是第2天，我看到报纸登了她的照片。他出了什么事？他被发现躺在一个巷子里，送到医院，已经断气了。死因是注射了过量的海洛因。日本警方逮捕了 Justin Plotty， 可是却因为没有证据释放了他，实在是太不公平。我发誓，一定要找到他，为Pat报仇。他知道我在找他，一直避开我。我到处打听，才知道他来了新加坡。我找了他2年，2年，终于被我找到了。苏萨空，那你现在找到他了，你打算怎样？你说的报仇，该不会是……不用你管了，与你无关，你什么都不知道 ，OK？ OK。ขอบคุณครับ。看人的眼神那么恐怖，该不会真的想把他给杀了吧？算了，他都叫我不要管了。我知道你叫我不要管你，不过我想我有义务要提醒你，
不然我会良心不安的。这里是新加坡，我不知道你所说的报仇是什么意思。不过在这里杀人是要偿命的。我知道你想为死去的爱人报仇，我也能理解。而这种人渣也是该死。不过现在不是古时候啊，你想报仇就把剑拔出来，跟人家杀个你死我活。如果你真的把他杀了，你自己也要付出代价的。我相信，他在天有灵，不希望你替他报仇，而毁了自己的。我知道你心里会很不甘，可是我相信这世界中冥冥中有主宰。不要再说了。啊？你要去哪里？啊？哎！哎，我找他，我找他！等一下，那个是我朋友。让开，让开！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小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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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小心！喂，你有没有搞错？对不起。你真的把他给杀了？哎，你真的把他给杀了？你怎么那么笨呢？你
真的是笨蛋，那杀人是要偿命的。我劝你最好去自首，要不然，不管你跑到哪里，我都会找到你，把你杀掉。听到没有？吓死我了！我刚才以为你真的把他给杀了。我当时在狂怒下，是真的会杀掉他的。是你让我清醒过来。我？我相信你说的话。是你让我及时清醒过来，没有犯下大错。我觉得让你清醒的人是他。佳慧就是这样跟苏萨空在一起的。内乃多啊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要我说什么啊？当初你妈也反对我们在一起，有用啊？你那时候说，就算全世界的人反对我们在一起，你也要和我在一起。当然了，你说的也有道理啦。那你等一下就要好好跟苏萨空说话。好好的跟他说，开什么玩笑啊！我还要严厉的警告他，如果他敢欺负佳慧，干出对不起他的事啊，我管他是什么泰拳高手，我跟他拼到底啊！佳慧，对不起。你干嘛说对不起啊？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，从实招来。你做了什么坏事啊？我带给你压力，带给你烦恼。你就没有吗？你还要过木森哥那关，还要过我家人那关，你怕吗？我不怕，我只怕不能给你好的生活。我只是个穷小子。你又不是当一辈子的穷小子，我在乎的是你对我是不是真心的？我是真心的。那你看着我，告诉我我是谁？你是林佳慧。我是林佳慧，不是替代者。我知道，他已经不在了，我不会把你当成他。你可以想他，我不会嫉妒的。等一下，我可能会有一点点嫉妒。女人嘛，都是这样的。傻瓜。绕一圈，又回到了原点，承诺无法兑现，抱歉。成全和感谢，去留心里面，至少能继续存活在彼此的世界。多想再一次紧拥在胸口，爱始终闪烁最初的温柔。You are my love, my love。转身之后，坚固的
走，你还会在心里驻守。